地震，佛陀，希望佛陀安好。我已做好决定，3月之后，我将入大般涅槃。自从佛陀跟阿难说3个月后将入大般涅槃，佛陀便按照计划去往各地完成最后的使命。佛陀最后一个去处要前往波波城，一个虔诚的在家弟子要供养佛陀午餐，正走在林中，一个人骑着马急冲冲地迎面赶来，他就是阿阇世，是佛陀晚年的弟子。阿阇世也算是父母给他积了阴德，这个造了5无间罪的罪人，在佛陀涅槃前能够皈依佛陀也是万幸。他见到佛陀翻身下马，急忙合掌请问佛陀，传言是真的吗？您3个月后将入大般涅槃？佛陀微微地点了一下头。阿阇世结结巴巴地哽咽起来，您怎么能这样离开，留我们在混沌的世上？您是那唯一的光明，尊者，请您不要丢下我们呐！一想到你要离去，我的心实在难以平静，尊者。佛说，阿阇世，所谓生而智慧者，绝不会惧怕死亡。这具躯体将腐烂，但我的声音，我讲述的经典，会永远闪耀在你的心中。阿阇世右膝着地，胡跪合掌，竟泣不成声地说道，尊者，让我随您一起去吧，我此生还一善未成，请您赐我机会，随是您的涅槃之路吧。佛陀扶起阿阇世说道，你若随我走了，你心爱的摩揭陀怎么办呢？国王是你的正法，你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。阿阇世想起佛陀前一段时间为他开示治国之道，阿阇世依然痛心地说道，您涅槃后，我就再也见不到您了。佛陀继续开示他说，生命奥秘之一，便是从恐惧中解脱，不忧心未来之事，不纠缠过去的伤痛，也不依赖畏惧你过去的人。而生命的另一个真理，你所执着的人或物，阿阇世说，尊者，连我自己都要离开，但您永远与我同在，直到最后一息。告别了阿阇世，佛陀继续前行，来到弟子纯陀处应供。纯陀夫妇请求佛陀开示在家生活的要点，您能指引我们通往正法之路吗？我妻子有个愿望，能为我们讲在家生活的要点吗？佛陀坐下来说，纯陀，婚姻生活平等为要，丈夫与妻子的结合是甜蜜的，家庭才有生气繁荣，这样的繁荣可以传播开来，令人人都感到喜悦。丈夫与妻子在时间的结合是要超越躯体与金钱物欲的，妻子是丈夫躯体的一份，丈夫应给予妻子尊重与荣耀，丈夫也不应使妻子在人前蒙羞，妻子不违背为人父的准则，丈夫一旦当起正法，远离诸恶习，丈夫的每个决定要考虑妻子的愿望，深爱丈夫亦是妻子的职责，将丈夫的家庭视为自己的家，常做爱的港湾，对夫家成员关心照顾，历尽宾客，你们信任彼此，那无上真理将共属你们2人。尊者慈悲，请告诉我们该注意什么，才能走上您指的那条路。刚才佛陀开示的夫妇之道，这里就是佛陀对在家居士修行上的指导了。佛陀说，要亲近善友，远离恶友，那些无法专注禅念的人，会让你变得怠惰，创造有利于修行的环境，你的心境清净无染。在家居士学佛首要的条件，就是创造一个适合修行的环境。在佛教的经论里，有一本书叫做《佛子行37颂》，其中一句就是远离恶友，佛子行。还有一本书叫做《山法宝鬘论》，也是非常殊胜的。之后佛陀又开示在家工作方面的指导，你所做行业要属于正法，无论做什么，你的生意和日常琐事都要先行了解，尽最大努力去完成。比如做饭，不要看作是一项工作，
要当做一次机会，去照顾好自己的公婆孩子和任何生活中的善缘。万物自私自利，只为自己而活。你的幸福、成功和财富要与大家分享，远离赌博饮酒，为人要谦恭有礼，亲切坦率。有机会供养比丘或者修习禅定，都可以消除忧虑与分歧，最终感受到无上寂静。要记住，清晨我们张开眼睛，眼睛是心的黎明，认清楚自己要做什么是很重要的。人们常会忘记感恩，人需要铭记所亏欠的事物，树木、花朵、风、水、天空都非我们所有，应该感激这所有的一切，怀有感恩之心去生活和思考，我们会有所收获，而非两手空空，一无所获。我们岂不会生病？如果我们病了，那离死亡还远吗？我们心怀感恩，也会像美丽的花朵盛开在这世上。佛陀为他们夫妇开示之后，纯陀请比丘们一起用餐，没想到这就是佛陀的最后一餐。此乃天意，因缘如此。此刻纯陀的老婆端着一个盆走来，对丈夫说：看你怎么忘了把蘑菇给佛陀吃呢？纯陀毕恭毕敬地说：我给您添上蘑菇。佛陀用手挡住，表示吃好了。纯陀见此景，便说：我费了很大功夫才从旃檀树上摘下，我们难揣圣意。佛陀先是用手挡住，但是纯陀这么说了，这么纯粹的发心供佛，佛陀慈悲应供，给他种下福田的机会。佛陀沉默了一会儿，微笑着看着纯陀，毅然决然地拿起蘑菇放进嘴里。就在此刻，天空突然乌云密布，电闪雷鸣，众比丘们也被惊动，一起仰望天空。大家谁也不知道，这就是佛陀的最后一餐。蘑菇有毒，佛陀明知有毒还是吃下。也许佛陀说3个月后涅槃，就是这个因缘和定数了。很多后人都把黑锅扣在纯陀夫妇上，其实跟纯陀没有关系。他们那么善良，对佛陀毕恭毕敬，怎可害佛？纯陀也被突如其来的雷声闪电感到惊讶，自语道：闪电、暴风雨，怎么会这么突然呢？他刚要离开，这时佛陀叫住他：纯陀，这些剩下的蘑菇就埋在土里吧，不要再给别人吃了。实际上，佛陀由王舍城北行到吠舍离城时，却得了一场大病，而在那时正好赶上雨季，因此不得停下来休养。度过雨季后，佛陀和阿难及众弟子向西北行，到了摩罗国的波婆村，受到了一位虔诚信徒铁匠名叫纯陀的供养。本来身体已经非常衰弱，吃了纯陀的供物后，腹痛如绞，便催促弟子抓紧时间赶路。纯陀随行，他见佛陀病情加重，便感到因吃了他的供物而引起，非常懊恼。佛陀明白他的意思，也感到弟子们亦有这种想法，便有意对阿难及众弟子说：对我来说，有2种供养功德最大，一是在我开悟之前得到少女南陀波罗的供养，二是我在入灭之前与波罗村受纯陀的供养。纯陀听了，深感佛恩广大，释怀了他心中的忧苦，不禁潸然泪下。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看我视频的别忘了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